这是纽约最邪门的酒店，因为酒店里有个1408房，从1912年到现在，房里共住进56人，无一生还。跳楼、服药、上吊、自残，死法千奇百怪，没人知道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多年来，酒店再也不敢将此房外租。男主是个不信邪的恐怖小说作家，为了寻找创作灵感，他专门挑选发生过灵异事件的地方入住。每来到一个房间，都会在烟灰缸上放一根香烟，也总能安然无恙地度过每个惊心动魄的夜晚。这天，男主收到一封匿名信件，上面标记着邪门酒店的位置，还写道：千万别住进1408房，摆明了是在用激将法。可男主偏偏不信邪，更不怕鬼，回到家就打电话给酒店，说自己要预定1408房。但无论怎么说，酒店方始终拒绝，这样反而更勾起了男主的兴致。第二天，男主便找到酒店经理，告诉他自己非要入住1408不可。纵使经理说给他免费升级成总统套房，却依旧没有打动男主。他说如果不让住，就要去控告酒店。经理无奈之下只能妥协，他把男主送到14楼，并在电梯口最后警告男主，没人能在1408房撑过1小时。而男主却不屑地说明天见。接着他打开房门，再打开灯，这里表面上干净整洁，根本看不出任何异常。男主像往常一样拿出一根香烟放到烟灰缸上，然后开始巡视四周，主卧室、卫生间都没有异样，地毯一角有些污浊，墙上的画有些诡异，空调是坏的。他马上打电话给酒店前台，让他派人过来维修，没想到对方竟爽快地答应了。男主先揪下一些厕纸擦了擦汗，然后来到窗边打开窗户，街道上来往的车辆也很正常。这时收音机突然莫名响起音乐，男主被吓了一大跳，紧接着发现床铺居然被重新铺好了。他怀疑是酒店搞的恶作剧，感觉房间里一定还有其他人，但能藏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连个人影都没找到，却惊讶地发现刚刚扯下的厕纸被换新了。他拿出荧光棒想要找寻人的痕迹，却看到曾经死在屋里的房客留下的大片血迹。刚检查完，屋外就传来敲门声，从猫眼看去，原来是空调维修工。男主打开房门，但维修工却坚持不愿进屋，只是站在门口教他怎样修理。方法很实用，空调很快修好了，但一转头，维修工却瞬间消失。男主把门关好，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听不见了，来到窗口，把头探出去，果然什么声音都听不到。就在回来的时候，窗户却突然落下，砸住他的手，他疼得大叫，费了好大力气才挣脱。来到卫生间想要冲洗一下，可凉水突然变成开水，一切事物变得越来越诡异。收音机又莫名响起音乐，他一把拽下电源，但没用，倒计时还在继续。男主真的害怕了，一旁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接起电话刚好是前台打来的，他马上和对方说自己要退房，但电话那边却答非所问，没说几句就挂断了。男主意识到这并不是玩笑，他认怂了，决定先离开这里再说。可钥匙已经打不开房门，并且被折断抽走，他开始疯狂砸门踹门，拼命呼救，但只是白费力气。接着透过猫眼想看一下外面情况，却看到了一只眼睛。这个男人被困在一个邪门的房间，透过猫眼想看一下外面情况，却看到了一只眼睛。他吓得赶紧走开，然后爬到窗外，对着下面的街道拼命呼救，但楼层太高，没有人会注意到。他发现对面楼有人，于是不断挥手呐喊求救。对方好像看见了他，慢慢站起身来。可是很快男主就发现了异常，因为不管他做什么，对面的人都和他做一样的动作。男主拿起台灯，对方也照做，光打到脸上时，他惊讶地发现那人竟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。突然复制人被袭击了，而自己身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，还好只是挥舞了几下就消失了。镇定下来后，男主再次来到窗前，对面的复制人不见了。他拿起台灯大喊一声，然后扔下去。诡异的是，台灯在落地前竟消失了。男主害怕极了，他努力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幻觉，但马上就看到有幽灵出现，应该是之前死在屋里的房客。幽灵看了眼男主，然后从窗户一跃而下，跟着又来一个，他们好像在对男主暗示着什么。男主却并不打算妥协，他查看了一下酒店结构图，发现旁边的房间也有窗户，又丈量了一下两者之间的距离，准备慢慢走到旁边的房间，从那里的窗户逃生。可走了几步后，马上感觉不对劲，放眼望去，前面根本没有窗户，只有看不到尽头的墙面。他只能再慢慢往回退，爬到自己的房间里，接着拿出电脑，登上聊天软件，想要求助前妻帮忙。可视频刚拨通，还没说几句话，喷头就开始喷水，电脑淋到水后直接瘫痪。男主气愤地拿起一根木棍，将喷头打掉，水顿时停住。他又顺势看到旁边的通风口，想要利用通风管道逃生，拿小刀把螺丝拧下来，然后一跃而上，顺着管道爬行寻找出口。但没爬多久就看到一具干尸，还没来得及多想，干尸却突然复活了。男主本想利用通风管道逃生，谁知道没爬多久就被一具干尸堵住去路，而这个干尸还突然复活了，吓得男主赶紧往回退，后面的干尸穷追不舍。关键时刻他一脚踹爆了干尸的头，最终狼狈地回到1408房。他发现房间里的气温正急速下降，屋子里瞬间被冰雪覆盖，他只能点火取暖，裹着被子喝着酒，可依然冻得直哆嗦。就在感觉撑不下去的时候，电脑突然发出了声音，过去
去一看，原来前妻还在视频里。男主问他有没有报警，前妻说警察现在就在1408房，但他们说房间里空无一人。男主一听彻底崩溃了，这间房真的太邪门了。他知道自己凶多吉少，和前妻说起了告别的话，对方马上急了，说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男主说千万别来。话音未落，屏幕上又多出了一个自己，他代替男主说快点来，我等你。而男主敲打屏幕大喊别来，前妻却根本听不到。说完，那人还对着他邪笑。突然整个房间开始崩塌，墙上的画传出奇怪的声音，画中人好像也变得生动。男主忍无可忍，拿起棍子就要打上去，可画中的水喷涌而出，顿时淹掉了整个房间。男主也泡在水中，渐渐失去意识。当他在狰狞中醒来，发现房间又变成被火烧过的废墟，自己因病过世的女儿出现在眼前。他抱着女儿说再也别离开我，可下一秒女儿又死在自己面前，然后化成灰烬。男主被彻底激怒，不断打砸和咒骂这该死的1408房，直到筋疲力尽倒下。他看着倒计时还有最后10几秒，以为自己就要死了，没想到倒计时结束，房间却恢复如初。男主撑过了1小时，但迎接他的却是新的一轮倒计时。电话响起，男主接起来问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。那边回答所有房客都享有自主权，如果受不了可以选择提前退房。接着在他面前出现了一根绳圈，很显然退房就是自杀。男主还是不肯妥协，他要跟这个邪门房间斗到底，即使赢不了也要同归于尽。为了前妻，为了不让更多人遇难，曾经自私的男人也会变得一身正气。他把燃烧瓶扔到卧室，大火瞬间蔓延起来，最后男主拿烟灰缸砸破玻璃，房间发生了爆炸，1408房也慢慢被火焰吞噬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遇到事情只要不放弃不退缩，即使没有赢也一定不会输。